今日同大家實試嘅呢係小弟最中意嘅產品——錄音室監聽喇叭。嗱，唔係多功能音響玩具啊，係真真正正嘅錄音室工具。嚟自丹麥 Dynaudio 推出最高級嘅 Studio Monitor Core 59，三路全有源 DSP 喇叭，9寸低音，丹麥人手製造。但係呢啲都係碎料嚟啫，佢最大嘅音壓咧可以輕鬆上到119 dB， 正常炸歌咧基本上係不費吹灰之力啊。仲有佢一對真真正正嘅 DSP 喇叭，可以針對你嘅聆聽環境同埋個人口味嘅需要，作出低失真兼且有效果嘅調校。呢啲調校如果擺落去傳統音響器材嗰度，可能淨係買條線調下聲都1萬幾千先至做得到。仲有，既然佢係一對高級嘅 DSP 喇叭，佢除咗內置質素相當好嘅擴音機之外咧，佢亦都備有相當靚聲嘅數碼輸入。真係講得誇張啲，你而家連買解碼嘅錢都可以慳翻。你聽完佢個聲，再睇埋佢嘅價錢，有時真係會懷疑自己仲玩一嚿二嚿音響為乜呢？嗱，不過 DSP Studio Monitor 真係唔係個個人都啱玩，佢可能啱你，亦都可以係唔啱你。想知究竟啱唔啱你呢？睇呢條片應該有個答案俾到你，因為我會講晒俾你聽玩呢一對喇叭嘅得同埋失。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FIFA3.com。今日同大家實試嘅產品咧就係丹麥 Dynaudio 佢哋旗艦嘅 Studio Monitor Core 59啦。正式介紹之前提大家，如果大家覺得我哋拍啲片都幾好睇嘅話咧，不妨俾翻個 like 或者考慮下訂閱我哋嘅頻道，等我哋喺 YouTube 嘅演算法之下咧得以繼續生存啊。Core 59係一對丹麥製造3路嘅 DSP 喇叭嚟嘅。嗱，感覺佢應該好大同好複雜，但係咧其實佢唔係真係好大嘅啫。不過真係有少少複雜，我哋即刻開箱睇睇。30 kg 啊！我條腰早排傷過嚟喎。有說明書，有電源線。哦，靚仔！喂，喺呢度啊，見唔見到啊 ？Studio Black 啊，鞋鞋地咁樣，好好質感喎。淨係睇 pat 唔夠嘅。睇埋個前面先啦，哇，靚唔靚仔啊？呢個高音個蓋啊，因為佢嘅高音單元咧係突咗出嚟嘅，所以一定要有個罩罩住先安全啊。好啦，開完一隻啦。丹麥 Dynaudio 係世界上少數廠家既會設計同埋生產喇叭單元，亦都有能力設計喇叭，而且無源同埋有源咧都識得做。家用、車用同埋專業用都齊備啊！今次集中講翻廠方專業揚聲器老頂嘅 Core 系列。呢個 Core 系列係廠方因應第一代 DSP 監聽喇叭 Air 系列，收取晒所有用家嘅意見改良而推出嘅。除咗硬件嘅效能提升之外咧，最大嘅改動就係所有設置由上一代比較複雜嘅方式，變到喺今次全部喺機後面用撥掣嘅方式設置起上嚟咧，更加直觀同埋簡單。咁睇睇官方網站 Core 系列一共有4款啊。Core 5同 Core 7咧係2路喇叭，5咧就係5寸中低音單元，7咧就係7寸中低音單元啊。Core 47同埋 Core 59咧就係3路喇叭。咁啊，顧名思義啦 ，Core 47就係4寸中音同埋7寸低音，而今次我實試嘅旗艦 Core 59咧就係5寸中音同埋9寸低音啦。咁啊，成個系列都係採用低音反射式設計，低音反射孔向前啊。咁喺安裝上咧相當方便，擺位上嘅靈活性亦都高啲啊！咁啊，順帶一提啦 ，Core 系列仲有一個超低音 Core 10，係用4隻9寸低音嚟到去做嘅，同埋細少少版本 Core 10 Mini， 咁係玩 2.1 或者 2.2 嘅最佳拍檔啦。至於買邊隻咧，就係睇下你有幾多錢同埋有幾大地方啦。咁講翻今次主角 Core 59先，咁3路喇叭。咁啊，廠方將佢定位為咧 Main Field Monitor， 仲有佢嘅中高音咧可以打直擺，亦都可以打橫擺。打直擺就好似大家見到而家呢個樣咁樣啦，打橫擺咧就可以擺喺錄音室嘅 console 台上面。好，同大家簡單睇睇單元啊。高音咧係大家相當之熟悉嘅直徑 1.1 寸 Isotta Pro 半球體絲膜高音。咁至於中音同埋低音咧，都係廠方自家設計 MSP 直酸鎂鹽聚合物嘅振膜啊。嗱，呢一種振膜咧，熟悉 Dynaudio 嘅朋友應該唔會陌生噶啦。物料輕硬，效率高而低失真。低音單元咧直徑係9寸，單元係全新設計嘅。
可以應付更加大嘅衝程、更加大嘅音壓都完全冇問題啊！咁喇叭3路設計啦，分頻點咧就設置喺312赫茲同埋5.1 kHz，避開咗人耳最敏感嘅範圍啊！成隻喇叭咧係用厚身嘅 MDF 中密度纖維板製造，單係前帳板咧就已經有32mm 咁厚啦，可以減低傷聲嘅問題啊！嗱，呢度每個掣、每個插頭都有佢特定嘅功能，你明白咗佢呢，你設定嗰時就會更加有信心，因為你會知道自己究竟做緊啲乜嘢。首先下邊左邊 IC 電源插100至240V Universal Voltage， 然之後咧你會見到有3個 XLR 嘅插頭，一個咧就係平衡模擬輸入，咁呢個好多有源喇叭都會有噶啦。另外有一組係 AES 嘅數碼輸入，咁由於佢係專業嘅產品啦，所以佢只係支援最標準嘅數碼規格。就係最高 PCM 接受24bit 192 kHz。另外佢隔離有一組 AES 嘅輸出，咁俾大家用 AES 嘅數碼線去接駁另一邊嘅喇叭。上面有個 Digital Channel 嘅掣，俾大家去揀翻究竟你想呢隻喇叭係左邊聲道定係右邊聲道。好啦，右下角你會見到有個 BNC 頭，係一個 Word Clock In 嚟嘅。但係呢個 BNC 輸入落到去發燒友嘅手呢，就係俾大家玩埋個靚鐘。好啦，跟住望上去見到有一紮拍掣啊。左下角開始睇就係一個 Analog Input Sensitivity 嚟嘅，咁呢個掣咧只係針對翻模擬輸入嘅啫，佢係可以容許用家匹配唔同增益嘅輸入啊。咁講到增益咧，除咗聲音信號嘅增益要夾配之外，你個喇叭嘅能量同埋你嘅聆聽室都需要一樣咁夾配。右下角呢個 SPL Sound Pressure Level 就係調校最大聲壓啦，越調得高咧，喇叭就會用越高嘅 Bit Depth 嚟到去處理聲音啊。咁如果你聆聽嘅地方大，或者呢個喇叭距離你遠呢，當然係撥到最大嘅112dB 啦。但如果你係玩近場聆聽嘅話，亦都係喺呢度將 SPL 調校細一啲，嚟到去令到聲音同埋房間更加夾配嘅。咁當然發燒友可以拎佢嚟調聲啦，調節唔同嘅 SPL 呢係可以調校到動態同埋幼細度嘅。跟住再上，你會見到有2組 position 嘅設置，就係俾你去因應喇叭擺位唔同地方做處理啦。Anechoic 照字面解咧就係無殘響室啦，所有嘅嘢咧都係最平直嘅。Desk 嘅設置就係俾人將喇叭擺喺 console 台前面。Soffit 呢個設置咧係俾人將喇叭擺喺 buffer wall 入邊。呢個設置咧低音會稍為多少少嘅。右邊嗰組嘅 position 就係調校低頻響應啦。Free 咧就係最平直嘅表現啦。Wall 同埋 corner 咧係會減低 boundary compensation 嘅問題。咁後者 corner 咧係會再減多啲低音嘅。而去到再上面呢一個3 balance 咧，就係輪到個人口味嘅選擇啦。中間嘅 neutral 就係最為平直啦。有時你想啲聲光輝啲，咁你就可以調到去 bright 嗰度啦。而 dark mode 咧就調翻轉。最頂嘅2個掣，左邊 power mode 就係自動關機設置啦，而右邊嘅 bass extension 咧就係俾你夾超低音嗰陣時用嘅。加咗超低音咧就可以校去 HP High Pass Filter 嗰度啦。咁啊搞掂噶啦。嗱，話明呢一對係 DSP 喇叭啦，模擬輸入收到信號之後就會以足24bit 動態嘅 ADC 轉為數碼信號啊。咁如果你係用呢個喇叭嘅數碼輸入呢，就會跳咗呢一步唔使做啦。數碼信號之後就會再用喇叭內置嘅64bit 192 kHz 嚟到進行 DSP 處理。咁啊，除咗做電子分音之外呢，亦都會處理埋上述所提及嘅所有調校同埋修正啊。而且因為 DSP 嘅處理係令到成個過程雖然要處理好多嘢啊，但係成個失真係非常之低啊。咁啊，完成晒所有嘅處理之後呢，信號就會交俾內置嚟自丹麥 Pascal Audio 嘅數碼功放模組啦。3份獨立嘅擴音機模組，功率分別係高音有150瓦，中音同埋低音各自係有一個500瓦嘅功放模組嚟到去處理佢嘅。咁睇翻 spec。喺負3dB 嘅情況之下，低頻係可以伸延去到42赫茲。如果用負6dB 嚟到去睇嘅話咧，低頻更加可以落到去36赫茲。咁最大輸出聲壓咧，喺無殘響室1米距離嗰陣時係已經可以去到113dB。如果喺個正常嘅房間裏邊咧，係可以再上到去119dB。唔係話要你聽咁大聲壓，係話俾你聽呢對喇叭要播放極致嘅聲音動態嗰陣時，係有足夠嘅 headroom 去應付咁解啫。成個設置就好簡單啊，雖然佢好專業，但係咧而家係好 all in one 嘅。咁啊，數碼信號咧就係嚟自我拿嚟嘅 LSG2 啦。咁啊，一條 AES CPU 線就駁咗去右喇叭嗰度先。
跟住右喇叭嗰度就再有翻個 digital out， 跟住就拖過去左邊嗰度，就係咁簡單噶啦。咁但係咧都不可或缺就係今日嘅 Woolen Core 咧就係一個 ultra high end 嘅嘢嚟嘅，就係銀色嗰3部 Pachinko Labs 嘅 The Masterpiece， 因為佢係數碼輸入啊嘛，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有個數碼音量控制咧，先至可以做到嘢嘅。信上將愛鉗磨，直至心崩潰。小心一些不算過分，不想再愛會再次如乘坐快車，但無人在駕駛。談什麼戀愛，無需心內，情非都不必急於。也許一天我便做如誰在。好啦，講下個聲啊！嗱，我揀咗好多80、90年代嘅流行歌嚟到播啊，但係當然其實我都有聽唔同類型嘅音樂嘅。不過佢播 pop music 真係特別出色啊，好值得重點去講下。嗱，首先佢嘅能量感係非常之勁嘅，或者我講能量感充沛啦，因為佢唔係惡聲，聲音係比較 aggressive， 但係無論音壓係大定係細呢，其實都係受控嘅，所以佢嘅聲音係埋身刺激同埋過癮，但係唔壓迫，聽得來係唔會攰嘅。呢一樣真係非常之重要啊！因為我哋玩音響其實有2大困難係要面對。首先咧，為咗要夾啱能量感啦，即係 gain matching， 咁我哋每都係大費周章嘅。但係事實上真係要夾得好，其實唔係咁容易。所以今次呢對 Core 59 DSP 喇叭咧，就做到咗一隻喇叭入邊就包括埋解碼、擴音機同埋喇叭3樣嘢。而最重要嘅咧係佢夾得天衣無縫啊！Gain matching 夾得非常之好，而且質素仲要係好高添。作為一對真正客群係混音師、錄音師嘅產品呢，咁佢做到出嚟嘅聲音係大家都想象到噶啦，就係非常之清晰、清楚、實淨、乾淨，細節捕捉到巨細無遺噶啦，唔拖泥帶水嘅，坦白率直，好多細節 details， 好似之前都聽唔真嘅話呢，而家係聽得非常清楚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優點就係佢嘅3頻做得好線性，3頻非常之協調啊！咁我相信呢一樣嘢除咗喇叭靚、單元靚之外呢， DSP 亦都係功不可沒嘅。好啦，除咗 gain matching 之外呢，第二個玩音響嘅困難就係 tonal balance 啦，音色平衡度啊！我成日都有講噶啦。嗱，以往呢，我哋可能會用唔同嘅線材啊、調聲附件去校聲啦，但係喺 Core 59嘅使用上面呢，基本上你唔使處理咁多嘢嘅。只係需要喺機背校翻啱自己中意嘅音色。嗱，呢個調校咧係非常之立竿見影啊，而且容易做啊。對於有唔同喜好嘅用家嚟講都啱使啊。而且更重要嘅咧就係佢呢啲調校，無論係 gain matching 定係 tonal balance， 都唔會影響到最後聲音出嚟嘅質素。咁至於好多人擔心有源喇叭嘅2個問題啦，聲場同埋底噪。咁呢2樣嘢咧我都有細心留意嘅。Core 59喺我而家傳統音響擺位離後場比較遠嘅位置之下呢，聲場係一樣輕而易舉咁做到既闊且深啊，係立體嘅 3D 而唔係平面嘅 2D。
定位亦都好準確。至於底噪方面咧，亦都控制得算好低下噶啦。控近去高音單元度聽咧，都算好靜啊。聆聽位度聽咧，就直頭完全聽唔到有底噪添。咁呢一樣咧，亦都證明 Pascal 嗰份擴音機咧，都真係幾好嘅。好啦，講咗佢咁多優點啦，係咪冇缺點先？咁梗係唔係啦，世上係冇完美嘅產品嘅。佢嘅強項咧就係乜都做晒，咁佢嘅不足亦都係乜都做晒啊，令到夾配上嘅靈活性咧，其實相對上係比較低啲。另外，如果你想發揮得呢對喇叭最好，我都會係建議你用數碼輸入啦。但係 Core 59本身係冇音量控制，亦都只係支援緊錄音室最常用嘅標準數碼格式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想調校音量嘅話呢，你就一定要用一個好高質素可以調音量嘅數碼訊源嚟到夾配佢啊。咁你揀呢個數碼訊源嗰陣時呢，最好佢都能夠將唔同嘅數碼規格，例如 DSD、DXD 同埋 MQA 等等呢，都可以高質素咁樣轉換成為俾 Core 59接受到嘅 PCM 24bit 192 kHz， 咁樣先至可以終極發揮到呢一對 DSP 喇叭嘅潛能啊！而真係做到以上條件嘅數碼訊源呢，其實唔平噶，亦都有啲黑膠玩家咧特別抗拒自己系統入邊嘅 Signal Path 會有數碼處理呢一步啊！咁當然呢一個係咪一個問題呢？其實係因人而異嘅啫。嗱，講真，今次實試 Dynaudio 旗艦3路監聽有源 DSP 喇叭 Core 59嘅體驗係其實真係非常之好嘅，特別係佢嘅價錢，以功能以聲音嚟計呢，其實都我覺得係近乎超值咁滯㗎啦。如果你係一個接受到新科技嘅人，想系統簡約啲，但係對聲音唔想有啲咩妥協，追求緊一個絕對高質素嘅重播表現嘅話呢，咁你一定要去聽下一個有質素嘅 DSP Studio Monitor。要去炮台山雅明音響，認真咁聽下 Dynaudio Core 59呢對喇叭啦。二揀一問題咧，都係近年錄音界一個非常之有爭議性嘅問題啊！越嚟越多廠家咧就玩 DSP 數碼處理，無論係模擬嘅信號輸入定係數碼信號輸入，佢入到去都會同你數碼化，再做處理，再做放大。但係亦都有好多廠家堅持成個信號咧都係全 analog 設計嘅。咁當然，全 analog 有全 analog 嘅好，用 DSP 有用 DSP 嘅好，各有各好。你又點睇呢？你會揀邊一個呢？不妨留言同大家講下你嘅睇法。好，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介紹下唔同類型嘅高級錄音室監聽揚聲器 Studio Monitor。下次再見係咁，拜拜。